去年双十演讲，赖清德还讲说，113年前中华民国在开创期间，孙中山还有革命烈士推翻满清。然而在现在的小学里面，关于孙中山推翻满清或中华民国创建占多少篇幅？1/3，而且严格来讲，真正的文字只有这么一丁点，更不用说动字遣词都有非常大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们一起探究中华民国时期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重要历程，它的主体叫做台湾人，中华民国是客体，这就是把人跟中华民国疏离化。那当然，在地图的方面，当然是一边一国是台湾跟中国。这课本直接违宪啊！我们的教科书的层级高于宪法。中华民国接收台湾，民众热烈欢迎。结果在这张历史图的上面写台湾光复，然后他们现在说光复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，这是历史事实啊！当年写的就是台湾光复，当时人就用光复。中秋、端午、元宵、过年是中国人的节日，没错吧？教科书告诉你，这个叫汉人的节日，好像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疏离的。他利用看似客观的角度，事实上他是在对你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。然后呢，他讲说台湾跟世界的连结，不是要讲荷兰人、西班牙人吗？结果他开头在告诉你，高雄港了不起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改得很糟，尤其呢，我先前在市政质询的时候啊，那我才从小学的教科书开始研究，因为过往呢，我们每一次在探讨课纲，大部分都是在探讨高中的课纲，对，或者顶多呢探讨到国中啊中学的课纲。那确实中学的课本呢，我也看过了，那里面也是一塌糊涂。可是大家可能都忽略到了，就是小学课本里面的读化才是最严重的。我还把我当年的高中历史课本拿出来，旁边呢就是我高中时期所做出的笔记，最下面可以看到写的近程、中程、远程要干嘛呢？协商统一啊！所以我们高中老师就这么教啊。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，在去年的双十演讲，赖清德还讲说，113年前啊，有一群人呢怎么样这个去推翻满清啊，巴拉巴拉之类的，好难得的去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，他讲了几句话，所以连赖清德都连接了中华民国在开创期间，孙中山还有革命烈士推翻满清的故事。然而呢，大家猜猜看，在现在的小学1到6年级，关于孙中山推翻满清，或者是中华民国创建，在我们所有小学的社会课本里面占多少篇幅呢？以前至少要2-3页吧，现在呢叫做1/3页。而且严格来讲啊，1/3页是图啊，真正的文字只有这么一丁点。而且在这张图里面呢，它完全呈现的就是一边一国，说哦，台湾的这个历史时期跟中国的历史时期，中华民国的由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而且它的用字遣词告诉你两岸一边一国。比如说，我们一起探究中华民国时期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重要历程，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它的主体叫做台湾人，中华民国是客体。尤其呢，看它下面的这个小朋友的讲话，为什么现在台湾人能够选总统，过去的台湾人也能选总统吗？台湾人是主体，对，任何的统治是客体。好，这就是把人跟中华民国疏离化。就没有说呢，在这边好，你看台湾人民对战后马英九执政时期啊，都在谈论说，哎呀，这个不应该叫做中华民国接收台湾，要改成光复嘛，因为我们在过光复节，没有在过接收节的。结果这边呢，直接讲说中华民国接收台湾，民众热烈欢迎。结果在这张历史图的上面写台湾光复，然后他们现在说光复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，这是历史事实啊！当年写的就是台湾光复啊。对，当时人怎么用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用法。比如说，中秋、端午、元宵，过年啊是中国人的节日，没错吧？这不能否认嘛。教科书告诉你，这个不能叫中国人的节日，这个叫汉人的节日。而且最有趣的呢，就是它下面还有一个叫问题思考。他说：“小朋友们，你曾参与过哪些汉人节庆活动呢？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？这是小学4年级课本，我都在台湾长大到小学4年级，我当然参加过除夕、元宵、过年、中秋、端午啊，讲的好像我是个老外，好像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疏离的。其实这就是课本写作里面很厉害的一点，就是他利用看似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，事实上他是在对你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重新打造。再来我们看到5年级上学期，小学5年级上学期，那当然5年级开始呢，就在开始讲台湾史了。那当然呢，在最基本的就是地图的方面啊，地图啊，当然是一边一国是台湾跟中国啊，因为以前
前我印象当中一定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比较。这课本直接违宪哎。我们的教科书的层级高于宪法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教科书一定都是台湾、中国一边一国，没有什么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这种事情。那教育部可以直接让这种课本过关了，因为民进党这个大于宪法，整篇没有出现国父孙中山，没有国父这两个字，对，只有孙中山，没有国父，他们已经不敢明令把国父这个名头给拆掉。这个标题叫做台湾跟世界的连结啊，就是说国际竞争时代，其实就是被殖民时代啦，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啊，谁的都想要台湾。那真正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借由台湾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，才不是因为台湾里面有多好，是地理位置好。然后呢，他讲说，你看台湾跟世界的连结，不是要讲荷兰人、西班牙人吗？结果他开头在告诉你，高雄港了不起哇，高雄港好棒，这到底跟前面讲的荷兰人、西班牙人有啥关联？再来呢是5下，就是清朝跟日本了啊。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只有一个章节，日本呢哇2个大章节，日本殖民50年就2个大章节，而且呢都是歌功颂德哇，建设的影响，然后什么社会文化的改变都是歌功颂德。我们都知道日本时期啊，警察对台湾人非常坏，动不动把你抓起来啊，然后动不动就打啊就骂啊。结果呢，我们的课本当中说，为什么警察会这么坏呢？因为警察都告诉大家，哎呀，大家要去打扫，大家要去做大扫除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啊，会被警察骂。所以在课本当中的形象，为什么台湾的这些人会去厌恶日本的警察？因为日本警察为我们好。而且更好玩，你看，连我们家有没有打扫，警察也要管，这是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。这个在日本本身他警察是不能进到他家里去。可是可笑，为什么台湾可以呢？因为是殖民统治啊。对啊，你是殖民地属民，你没有完整的公民权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日本帝国议会里面，你一席议员都没有啊。甚至里面就标准的来讲说，哎呀，因为警察的管理，我家附近治安都变好了呢。再来呢，你看就是推行皇民化运动嘛，就是强迫大家要去当日本人。这个写的就是大家感觉很开心啊，有没有？哇，感觉都很棒啊。然后被抓去这个南洋作战啊，对，没有说这种什么很痛苦啊，然后很不好啊，等等事情哦。你看啊，建设社会文化、社会生活讲的全部都是正面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就对日本的这些歌功颂德。接着6上开头就告诉大家民主政治的发展，看一下这些穿着什么颜色，一人一票总统直选，这是哪一个政党？民进党。开头就告诉你好棒棒，然后就说了台湾人民争取自由民主。接下来就跟你讲228，而且这228的内容啊都是错的，但就是民进党的谎言直接编在教科书里面，因为教科书的编辑者就是制造谎言的人。比如里面强调陈仪呢还把台湾的米粮拿去大陆，胡说八道造谣，说干嘛呢？陈仪不仅没有把台湾的米粮送到大陆，反而跟大陆要了非常多的米粮糖布送来台湾。但是我们的教科书呢公然造谣啊。接着呢就跟你讲美丽岛啦，对不对？哇，宣扬民主啊，这民进党的前辈了不起哦。那总会讲一下，就是说中华民国，你看蒋经国时期啊，了不起的事情啊，就是对台湾经济上应该是有贡献的吧？他的贡献叫做美国经济援助，后面呢就是简单提过，那当然也不是完全没说也有。大家可以看到你看篇幅多少呢？篇幅就这样，前面的日本殖民啊，用了多少的篇幅？用2个章节。对，这边呢就是用个2-3页。以前我们还有10大监察要背，现在还要背吗？不用了。不用了，而且呢这样就讲完了。